為什麼明朝的很多讀書人對幾個外國傳教士的敵意遠遠超過對盜匪和貪官的敵意？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很多真正危險的人沒人管，而思想不同的人卻往往遭到圍攻？為什麼這場對基督教的迫害，最後反而讓基督教在南昌傳播得更快？為什麼那些控告傳教士的人口口聲聲說維護公義，最後卻被懷疑是在勒索錢財？為什麼中國古代官場經常出現一種奇怪現象，嘴上反對，實際上默許？當一個社會開始害怕不同思想的時候，他真正害怕的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歷史上很多思想運動一旦遭到壓制，反而會傳播得更快？歡迎來到解讀中國文化的頻道，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給大腦升級，做更好的自己。讓我們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們繼續读利瑪窦中國札記第14章，南昌的迫害。苏汝望神父逝世。1606年和下一年，南昌基督教的發展既不因蘇汝望神父病逝轉重，也不因利瑪窦神父不懂中國話而有所延緩。由於其他神父的不斷努力，更多半由於邱良厚修士的勤勞，這些不利因素得到了彌補而有餘。在這2年內，這位修士使新信徒增加到200多，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都表現出特殊的虔誠。結果是基督教的名聲傳遍整個這座省城。蘇汝望神父看來已經好轉無望，大家認為最好把他送往澳門改變一下氣候，可能是有助於他恢復健康。但這一切都證明無效。他在這一年8月與世長辭，時年41歲，為耶穌會極有價值地服務了23年。他在葡萄牙的高音布拉度過他的修道期，還沒有期滿就申請參加印度傳教團，後來奉命從那裡前往中國布道。他被安置在南昌的駐地達10餘年，在那裡他以全部精力來傳播基督教。他是個模範教師，被公認為是個非常聖潔的人。多年來，他只身在異教徒中間工作，完成了許多事業，忍受過許多困難。有時候，惡意的鄰居使他的教堂陷入悲慘的困境，他本人也陷入危難，但他耐心地忍受這一切，除每年發給他的俸金而外，從不多要錢。新信徒們痛感到失掉了他，他們很多人在他死時自發地前去哀悼。經利瑪窦神父的努力，1607年8月花了1000金幣的價錢，又購買了另一所較大的房屋。這種改變是必要的，因為他原有的房子太小，不敷所需，而且位於紅泛區。正當會士們要從一所房屋遷往另一所時，突然發生一件反对他們的鬧事。情形是文人學士中間有一些舊儒對基督教的日益流行感到不滿，因此他們寫了一份控告神父的狀子，呈給管事的兵备道及主管全城事務的市長。他們既沒有得到很好的接待，也沒有受到耐心的聽取。他答復他們說，如果你們所控訴的這個基督教在你們看來沒有好處，那就不要信他。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人被強迫入教的。如果他們買的房子碰巧很大，那也不用你們花錢，他們也絕不會干預你們的財產。這個回答只能引起他們的憤怒，於是他們去見省城的長官，恰巧此人姓盧，是利瑪窦神父的一位朋友，幾年前在北京相識的。他收下他們的訴狀，然後置之不理。呈递狀子的宋師無法說服他給他們一個回答。這第2次的碰壁也使得他們失去了耐性。每月月初，官員們和文士們都一起在他們的孔廟裡舉行一次公眾集會，在廟裡行新月的禮節。這些是民間的而非宗教的禮節。到場的人中間有一個便乘機代表別人發言，向在場的最高官員布政司講話。他說，我們想告訴你，這座省城裡有幾個外國傳教士，他們所宣講本國從未聽過的教義，並在他們的住所聚集大批群眾。說完這番話，他就向他們的地方官叫做提學的談到教士們，而提學也是這個發言人所屬的學校的校長。
於是他就命原告呈交一份書面訴狀，並保證說他要以他全部的權威來支持他，努力把外國傳教士趕走。狀子當天就寫好了，有27個人簽了名，他們把一份交給校長，另一份留給最高官员。這份文件內容大致如下：利瑪竇、蘇茹望、黎馬諾以及其他西國傳教士對皇上犯有謀逆不道之罪，他們在5個不同省份內散布在我們人民中間，他們不斷彼此交接，到處在河上肆意搶掠，聚斂錢財，然後散發給百姓以討好群眾。他們經常受到官員、顯貴和軍官們的訪問，和這些人秘密盟誓，結成死黨。這些人教導我們不要禮拜祖先遺像，這一學說意在滅絕後世子孫對祖先的敬愛。我們有的人搗毀偶像，使廟宇空虛，神靈遭劫而無主。一開始他們只住在小屋裡，但今天他們已經購置華堂廣室。他們教導邪惡的學說，他引誘漁民入其狡詐的羅網。這類人成群結夥，在他們的屋裡聚會。他們的教旨遠遠超過城牆之外，散播到附近的城鎮和鄉村，並傳入曠野，而百姓們受其虛偽所蒙騙，以致學生不務學業，工人不做工作，農田不耕田畝，甚至婦女無心家計，全城均蒙騷擾。最初信其教者不過100人左右，現今為數已經超過2萬。這些傳教士散發某個歐洲人或薩拉遜人的圖像，稱之為上帝，說他從天上下凡來拯救並教導全人類，而且按照他們的教義，只有他才能賜給人財富和幸福。這種教義使漁民極易受到欺騙。這些人是大地之上的禍害，現有正當的理由擔心，一旦他們建立起自己的廟宇，他們就要發動叛亂。就像有消息說的，他們近年在福建和南京省的所作所為。因此申訴人為了有意維護公義，保衛國家，保存古法完整，僅上呈這份訴狀，並以全省名義請求將抄件上奏皇帝，請求把這些外國人處以死刑，或者驅逐出境，流放到海上的荒島上。總之，這就是訴狀的內容，它振振有詞，並附以所謂的證據和見證，文筆具有說服力。冒牌文人對此是極為擅長的。收到狀子的每名官吏都聲稱，如果市長在聽審本案並通告外國人之後認為可行的話，那就該禁止傳播基督教，把傳教士從城裡驅逐出去。那些對中國辦事的方法一無所知的人，都很相信神父們至少要被趕出省城。結果是神父們的許多朋友在看來是一場絕望的案子中遲疑着不給他們以援助，但神父們本身倒不太煩惱。他們把信心放在天意上，在遇到其他這類危難時，他始終是出來給神父們幫助的。對於這樣嚴重的事件，他們的首要問題是要決定第一步該怎樣辦。他們有很多朋友都認為，神父們應當去找一個調解人，請調解人設法撤銷官員的判決，作為照顧他的面子。相反的，黎馬諾神父卻自行辯護，寫了一份要求公道的申請書。申請書一開始就直接請求官員們認真調查他們所被指控的罪行，如果發現他們有罪，就徹底依法懲治他們。市長和那位校長官员收下了神父們的這份訴狀。當主審官聽完神父的話，並始終讓他們穿着囚衣跪了很久之後，他就發出如下的問話：為什麼你們惹起學士們的仇恨之後還不離開這座城市？你們傳播的是什麼教義？你們犯的這種罪是什麼？為什麼你們禁止百姓敬奉祖先？你們拜的是什麼邪神？你們買這些房子的錢是哪裡來的？這些問話以及更多的話都毫不客氣地惡語相加。黎馬諾神父開始回答這些問題，他有一名修士兄弟充當翻譯員。首先他簡述了基督教教義，然後他指出，按照神聖的律法，繼上帝而後，首先要敬拜的就是父母。但法官对這些話根本無心傾聽或接受。他表明他認為這都是假的。遭到這種駁斥後，事情越變越壞，看來他們仿佛到了絕望的邊緣，並且確實達到了這種地步，
以致為了祈求順利解決他們的困難，他們增加了他們的禱告、他們的供奉及他們肉體的懺悔。他們的敵手看來得意洋洋，他們已經爭着要瓜分教團驻地的家具了。而且為使得結局倍加肯定，他們重新煽起了火焰，平添了訴訟和指控。他們還勸說民間領袖們去催促官員。一個收到一份新訴狀的小官員，為了討好他們的情緒，竟說無需詢問基督教教義是真是偽，他是外來人來說教的，這一事實就成為鎮壓他的充分理由。他還說他本人會消滅這些家伙的，如果訴狀不是已經呈遞給了上級官府的話。和神父们多少還算友好的市長發現訴狀中有許多都是顯然誣陷，就問兼任校長的官員是否知道利瑪諾其人是利瑪竇的同伴。利瑪竇在朝廷極受尊敬，因為他曾进獻禮物給皇帝，而從皇庫中領取津貼。他是否知道神父們在南京住了12年，而且從來沒有人真正指責他們犯過法。接着他問校長有沒有確實認真考慮過現在這份狀子中尚需證明之處。校長對此回答說，他希望市長對案情進行仔細調查，再跟他商量。主審官這時也命令進行同樣的工作。幸而就是這位法官在利瑪竇神父首次到達南昌時負責該城的事務，正是他在總督的批准下首先允許神父們在那裡開堂。之後經過一系列的提升，他又回到南昌出任省城的最高職位。他極為慎重地處理神父們所遭受的公開指責，小心翼翼地在審案中不偏袒任何一方。他着手弄清事實真相，然而他卻不想拋開冒牌文人的案件不理，因為他本人曾一度是他們学校的校長。那時候幾名起訴人蠻有把握他們已經得勝，就到新信徒的家裡去搜尋救世主的畫像，把2-3幅畫像撕碎了。利瑪諾神父這時勸告新基督徒們把畫像藏起来，不讓暴徒發現，而且暫時不要把畫像掛在他們的臥室內。他告訴他們，這樣做並沒有背棄他們的信仰，只不過是防止進一步的褻瀆神明。他還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公開戴念珠，但並沒有義務要這樣做。市長審查了原告的指控和被告的答辯後，便開庭詢問冒牌文人，同時置神父們於他的保護之下。他親自着手駁斥控告人的誹謗。他說他完全相信這些外國人是誠實的人，而且他知道只有2個外國人住在當地，而不是像所說的有20人。他們对此回答道，中國人正在成為他們的信徒。法官接着答复說，那算什麼？為什麼我們要怕自己的百姓？你們大概還不知道，事實是利瑪竇神父等人在北京受到人人的款待，還有領皇庫的津貼，住在皇城之外的官員怎麼膽敢驅逐或允許住在宮廷裡的人？這裡的這些人已經在南京安分地住了12年。他又說，我命令他們不得購買更大的房子，百姓不得信他们的教。然後就在法庭之上，他非常和善地招呼神父們，說因為他們在小房够用時買了大房子，所以城裡有些人感到生氣。至於基督教的教規，他告訴利瑪諾神父說，他不反對神父以及他自己的人所奉行的任何東西，但是神父不應向這個國家的百姓講授它，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是靠不住的。他警告神父，哪怕百姓開始時確實接受了他的宗教，他們到後來還是會反對他。他平靜地把這一切告訴了他們，還談了更多的類似性質的事情。大家都聽取了他所說的，認為是十分愛護的話。後來當在公堂上跟他的一位同僚談話時，他就向同僚們說，此人奉行的教規是極其合乎情理的，而利瑪諾神父就是按照他所宣講的教義而生活的一個好榜樣。他解釋說，聖員們因為利瑪諾神父是個外國人，並且他們認為他沒有任何人保護，所以膽敢控告他。接着主事官告訴校長不要再找神父的麻煩，因為明顯的是聖員們的整個告發都是假的，是為了勒索錢財而編造的。他說南昌的百姓是很難以討好的，並說他要允許利瑪諾神父購買房屋，因為從前他當市長時，
他曾同意利瑪竇神父可以隨意購買房屋。開庭結束，有一個皇親在等着利瑪竇神父，僅僅為的是在他出來時羞辱他。皇親階層在揮霍完他們的錢財之後，甚至於變得更加蠻橫。後來此人又到教堂去掠夺教堂的家具，但是市长最近的判決制止了他，所以他只得恐嚇了幾聲，就算滿足了。几天之後，宣布並写出了法庭的判決，蓋有主事官和文士領袖，也就是校長的印，他被張貼在城門上作為公告。下面是他們宣判的大要。在審查了利瑪竇神父和他的夥伴的案情後，發現這些人因仰慕中華帝國的声名從西方來此，他們已經在國內居住有年，並未表現出任何惡意，應該允許利瑪竇神父奉行他自己的宗教，但百姓們出於好奇而信奉上帝，則不得視為正當。對他們說，相信外國人的宗教確實會是極不適宜的，引用詩人的權威來判斷，則這種外國教義就像是某種從最高書頂上面所射下來的光明，照入深谷之中的黑暗。因此，如果不予布告勸誡，人們不要因接受外國人的禮拜，從而放棄他們古老宗教的祭禮，那看來似乎是違反本國的最大利益的。這類活動確實可能導致聚眾危害公義，也對外國人自身不利。因此，本地長官奉上官之命，告誡該神父利瑪諾不得蛊惑百姓，誘使他們接受外國宗教。把那所大房子賣給神父的人，應退還他的錢。利瑪諾應購買一所足付所需的小房子，並且要像他迄今那樣安分地住在那裡。利瑪諾本人同意這些條件。當地軍事長官奉命把那裡的房屋搜索一番，沒收了他們所說的上帝的畫像，凡抄得到的都拿走，禁止當地百姓任何人信奉外國人的宗教，也不允許聚眾祈禱。違反這些規定的人要嚴加懲處，如軍事長官執行不力，將被控以同樣的罪行。校長在告示上就他那部分補充說，禁止百姓接受外国人的教義，在神父住宅的門上要張貼告示，通知公眾說禁止這些人與百姓經常接觸。神父們並不因這個通告而感到過分不安，因為他們害怕事情還会更糟得多。事實上，大家都認為他倒是比較有利的。而禁止傳播教義則是一道敷衍的命令，為的是表面上看來並沒有完全忽視士大夫們，因為神父們並沒有被趕出城，像士大夫們所要求的那樣。再者，中國人改变他們的宗教並不被認為是罪大惡極，而破壞這樣的禁令的人就加以嚴懲，也不是常有的事。新入教的人自己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照舊以同樣的信仰繼續去做彌撒，甚至當他們隨身帶着教義問答時，興致就更高。最初，為了形式上避免違抗告示，神父們把新的基督徒分组，讓各組在每周不同的3天去做彌撒，而不是讓他們都在禮拜天去。但結果卻是他們在其他日子都去，在禮拜天也去。勸告他們離開是白費力氣，因為他們認為那會是害怕的表現。該地的軍官們極力威嚇他們一些人，為的是勒索他們的錢財，但他們大無畏地說他們是基督徒，向軍官们寫下他們的名字，呈交上官，然後他們沒有一個人被拘捕過。應該提到的是，其他教會受到迫害期間所發生的事，也發生在這中國傳教中，特別是發生在這個特殊的地點。至於天意所允許的一般迫害，一旦騷亂平息下來，他們卻會更有助於基督教的傳播，勝過無窮盡持續不斷的和平時期。教會的敌人力圖把神父們從南昌趕走，結果卻是他們在那裡立身比過去更加牢固。當利瑪竇神父第一次到達這座城鎮時，還無法得到長官允許購買房屋的批示，哪怕有總督之尊予以支持。作為剛談過的那種迫害的結果，市長和這座省城裡的另2位大官都同意神父留在這裡，也允許購買一所房屋，而這是用告示公布的，其中明白說，將來人們不得對此事有任何懷疑，甚至不得對他竊竊私語。確實，這都是為了上帝更大的光榮。
有很多人都說，聖教宣揚者是生活在天主的保護之下，也蒙受官員們的庇護，他們就仿佛是天主的副手。看來明顯的是，超過了他們庸俗对手的想象，官员对神父是更为了解的。从前，這裡的人完全不知道北京的神父們和朝廷裡大官之間的關係，現在這已經是通常談論的話題了。廣東省傳播的陷害還沒有到達本城，這真是天意保護的一個不小的證明。如果知道了有一個神父，也就是郭居敬神父，被指名為澳門叛亂的首領，那麼這裡的不滿分子無疑地就會更加大膽，而教團朋友的忠實性也會隨之減少的。訴狀中提到的一些指控神父的事顯然是虛假的，這卻起了良好作用，因為這使得百姓遲遲不相信其他的控告，哪怕控告是真的或者是可能的。達官貴人拜訪神父的種種傳說，看來和叛亂搶劫以及宣揚邪說的指控是不協調的。在剛提到過的這次審判中，原告點到了利瑪竇神父和蘇汝旺神父兩人的名。官員們都知道利瑪竇神父正住在北京，而很多人又听說蘇汝旺神父已經去世。這次特殊的迫害看來把基督教的名聲傳播到四面八方，大家都知道神父們有意要傳播福音的消息。此後不久，就有很多人好奇地想了解這個新宗教，他們來聽布道，儘管他們並沒有都接受它，絕大多數卻表示了讚許。這一切都驚人地助長了新基督徒的熱情，其中有些人不讓神父們知道，已經準備好了一份回答原告的狀子。利瑪竇神父不顧他們的反對，取走了他們的這份狀子，認為不經商量就企圖幹這樣的事，是對他們不合時宜的。他們有的人彼此詢問，如果官員命令他們放棄他們的信仰，他們該怎麼辦？另一些人要求在神父們遭驅逐的情況下，被指派來代替他們的位子，從而能夠保存並傳播信仰。神父們到官府去時，在大門口總會遇到一群他們的新基督徒。如果神父在那裡有所逗留的話，新信徒總會帶給他們一些吃的和喝的，而且神父們注意到要使守門人為他們出入清道。总之，他們不忽略任何一樁他們認為好基督徒和虔誠孩子所應盡的責任。告示公布之後，官方有2-3名官員把一份告示送交神父们，習慣是要為此付給他們一筆錢的，但他們不要錢，卻為了他們的信仰而要求得到一幅救世主基督的畫像，全然不顧他們手裡正拿着的這份告示禁止展示這幅畫，違者重罰。他們說他們想成為基督徒，神父們拒絕給他們一幅畫像。正當他們談話時，有一個畫師帶着幾張剛畫好的這幅畫像的副本走進屋裡，他們向他拿了一幅，不再要酬金就走了。幾天後，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病了，請求靈洗，5天後便死去了。不久，大法官升遷到廣東省的一個更高職位，利瑪竇神父趁他離開時，到他的船上去探望他，並送給他一份禮物。神父感謝他在處理案件中的支持態度，並在其他東西之外還贈給他一本利瑪竇神父談基督教教義的書。他讀了他幾頁，然後向在場的其他幾個官員說這些人禁止人禮拜自己的祖先，該是多麼荒謬，他們的教誨中所寫的恰好相反。他告訴利瑪竇神父可以放心，他的傳教駐地不會受到騷擾。他已經使校長相信神父並沒有犯所指控的罪行，並且他已經指定市長作為他們的保護人。他這時給利瑪竇神父一些金幣作為回贈，神父堅持不收，於是他強使翻譯員收下金子，再要退回去就被認為是失禮了。在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過後，似乎神父們的事業在城內的騷亂以後要比在這以前處境更好了。這在他們的朋友看來是十分明顯的，有很多人前來祝賀他們，許多人堅持認為他們在贏得官員們的支持，而對本地士大夫取得勝利的價值確實超過了預計。以上是原書的正文部分，
後續是從解讀中國文化的視角做出的幾點思考。第一，嫉妒與舉報文化的底層邏輯。這場迫害的起因非常荒唐，僅僅是因為神父們買了一所大房子。紅眼病病毒這一章中提到，舊儒生們對基督教的流行感到不滿。在中國傳統文人的認知裡，社會資源是零和博弈的，你有了大房子，有了信徒，就是搶了我的地盤和風頭。舉報作為武器，動輒扣上貓膩不道、肆意搶掠、結成死黨的帽子。這種無限上綱上線的誣告技巧，是傳統文人操縱權力的慣用手段。在中國的文革10年中，這種誣告更是發展到病態的程度。他們不關心真理，只關心如何利用皇權的过敏反應來鏟除異己。第二，官場厚黑學，正義往往是關係的副產品。神父們之所以能度過危機，不是因為法律的嚴明，而是因為熟人好辦事。權力的私有化，那個姓盧的長官，因為是利玛窦在北京的朋友，就直接扣下了訴狀。市長因為利玛窦有皇粮背景，才敢出來主持公道。和稀泥的结案藝術，法官的判決書堪稱奇觀，一方面承認神父是好人，一方面又貼出對神父的禁令來安撫原告文人們。這種各打50大板，表面禁止實際默許的手段，是中國官場維持動態平衡的典型逻輯。在這裡，法律不是準繩，而是平息騷亂的抹布。第三，文化病毒的自我防禦，關於孝的偏執。訴狀中最具殺傷力的一條是教導我們不要禮拜祖先。祖先崇拜作為控制工具，傳統文化將孝泛化為一種絕對的政治正確，任何挑戰祭祖儀式的行為都被視為對社會結構根基的破壞。這種祖宗崇拜病毒讓人們在情感上極度敏感，從而忽略了宗教背後關於真理和救贖的討論。誤讀的必然性，即便法官後來讀了書，發現神父並不反對孝道，這種誤解依然會反復出現。因為病毒的核心不在於你做了什麼，而在於你長得和我不一樣。第四，偽精英的傲慢，文人階層的群體性平庸。這些起訴神父的文人被利瑪窦稱為冒牌文人。寄生階層的恐懼，這些文人處於權力結構的底層，卻有着統治者的幻覺。他們害怕新思想讓學生不務學業，工人不做工作，本質上是害怕舊有的士農工商等級秩序崩溃，導致他們失去精神特權。勒索的本性，市長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文人的控告是為了勒索錢財。這種披着道德外衣進行利益尋租，是傳統偽精英階層最惡心的病毒。第五，逆境中的免疫反應，新信徒的覺醒。南昌的新信徒在迫害中表現出的勇氣，是這一章最亮眼的光芒。自發的抗爭，他們藏起畫像，分批做彌撒，甚至準備替神父打官司。這種從被動接受到主動維護的轉變，說明真正的信仰具有一種查殺病毒的功能，它能讓人從唯唯諾諾的順民變成有擔當、有勇氣的個體。對禁令的蔑視，官員雖然貼了告示，百姓卻照舊去做彌撒。這揭示了一個真理：當一種思想真正觸及人心時，官僚體系的紙上談兵是失效的。南昌的這場風波簡直就是一場微縮版的中國式權力博弈教科書，表面上看是宗教衝突，實則是文化病毒、官僚邏輯與人性幽暗面的大混戰。南昌的迫害最終以一種詭異的平衡結束了。蘇汝望神父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堅持證明了真理的傳播從來不是靠官員的恩賜，而是靠那種即便在囚衣之下依然挺直脊梁的尊嚴。為什麼在我們的中國文化語境裡，當有人想要引入一種更高級的邏輯或審美時，總會有一群人跳出來，用保護傳統、維護穩定，或者他們有政治野心為名來進行圍攻？這種只要我過得不好，我就不允許你過得好的互害病毒，是如何偽裝成愛國或愛傳統的？如果你是當時的一名南昌信徒，
面對這種鋪天蓋地的舉報和禁令，你是否有勇气堅持那幅救世主的畫像？歡迎來評論區發表您的高見。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5卷第14章，南昌的迫害，蘇汝望神父逝世。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讀中國文化中與你再相逢。